這效率大概只有中國能做到。大家記得去年聖誕節還在黃浦江邊給西方遞聖誕禮物的武裝貨輪嗎？這才沒過半個月，居然就低調完成海事返航了。當初這船一亮相，全網軍迷都在蹲後續，本以為至少要折騰大半年，結果人家跟趕工期似的，悄咪咪就把試航任務搞定了。這速度簡直比小編下班打卡還利索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。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先給新朋友們補個課，這艘武裝貨輪名字叫做中達79號。單看外表，那就是艘扔在船堆裡都挑不出來的路人甲散貨船，5000噸排水量，航速慢悠悠，船體看着還帶點滄桑感。往黃浦江裡一放，跟那些拉集裝箱、運建材的貨船沒半點區別。但就是這麼個不起眼的家伙，去年年底突然全副武裝，甲板上立起的相控陣雷達，密密麻麻的集裝箱模塊，直接把全世界的目光都拽了過來。這次海事歸來，網友拍到的畫面更清晰了，之前的懸念也解開不少。最絕的還是它的試航姿態，全程跟普通貨船跑運輸似的，船尾拖輪半航，航道規規矩矩，桅杆上連飲水員標誌都沒掛。懂行的都知道，這意味着只要船長有合格證書，這船就能按民用船舶流程自由進出港口，壓根兒不用走軍用艦艇的特殊通道。小編覺得這波操作本身就是個信號，這套武裝系統成熟度絕對拉滿，絕非臨時拼湊的試驗品，低成本快迭代，妥妥的能規模化推廣的節奏。再聊聊它的硬核裝備，說出來絕對能驚掉你的下巴。甲板上整整齊齊碼着15個標準集裝箱模塊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導航垂直發射單元，每組4×5的布局，算下來足足60個垂發坑位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美國主力阿利伯克級驅逐艦 Fighting 1型全艦垂發也才90個，這一艘民船的火力就達到了美軍主力艦的2/3，簡直是把移動彈藥庫直接搬上了甲板。更狠的是這些垂發單元的兼容性，從集裝箱規格推算，發射筒直徑至少850毫米，長度超9米，屬於不挑食的主。鷹擊18反艦導彈、長劍10巡航導彈，甚至小編猜測，連高超音速的鷹擊20反艦彈道導彈理論上都能塞進去。60枚導彈意味着60次反艦突擊，這火力密度，就算是面對艦隊編隊都能掰掰手腕。光有進攻還不夠，防禦系統也直接拉滿。船首位置硬生生裝了一門1130近防炮，就是《流浪地球》裡那種每分鐘射速10000發，能攔截隕石的萬發炮。這玩意兒以前只裝備在055大驅、航母這種主力艦艇上，給民船裝這個，就像給50宏光焊上了坦克的主動防禦系統，奢侈又瘋狂。除此之外，船上還有4套726型干擾彈發射器，專門發射箔條和紅外誘餌，硬殺傷、軟防禦一套備齊，妥妥的標準軍艦配置。除此之外，看不見的地方估計也藏着玄機。軍用雷達和1130近防炮都是電老虎，民用貨船那點發電機根本扛不住。小編推測，那些不起眼的集裝箱裡肯定藏着大功率柴油發電機組，甚至可能是軍用級混動系統。畢竟咱們是全球新能源產業鏈霸主，把驅逐艦級別的供電系統塞進集裝箱，難度跟把冰箱塞進櫃子差不多。還有艦橋前方的366型超視距雷達，主動探測距離250公里，被動探測能到450公里，再加上上方的雙面相控陣雷達，看得遠看得清，甚至能獨立承擔區域防空指揮。這哪裡是貨船，分明是艘全副武裝的準巡洋艦。這船一露面，外網直接吵翻了天。西方軍事論壇上有人酸溜溜地說，它就是個花架子，民船船體扛不住導彈發射後坐力。也有理性軍迷反駁，冷發射技術幾乎無後坐力，人家早就算好了。美國
海軍新聞還專門發文分析，稱中達79號顛覆了傳統海戰邏輯，甚至有美軍退役將領直言，這比多幾艘驅逐艦更棘手。咱們國內網友也玩梗不斷，有人說這船主打一個扮豬吃老虎，專治各種自由航行，還有人調侃以後看到中國貨船都得繞着走，誰知道裡面裝的是小商品還是導彈。不過爭議也不小，最集中的就是質疑它的實用性，放着好好的驅逐艦不造，折騰民船幹嘛？航速慢，防禦弱，不就是活靶子嗎？甚至有網友覺得這就是用來炒作的，實戰中沒啥用。其實不光網友有這疑問，不少軍事博主也在爭論，這船到底是戰略威懾還是實戰利器？要搞懂中達79號的意義，首先得明白一個道理：現代海戰早就不是大艦巨炮的時代了，導彈技術的發展早就模糊了艦和船的界限。以前大家覺得民船不能當戰艦，是因為火炮發射後坐力大，商船船體扛不住，而且沒有厚重裝甲，遇着正規軍艦就是送人頭。但現在不一樣了，導彈冷發射幾乎沒後坐力，只要能浮在水面，供上電就能當火力載體。而現代軍艦也早就是薄皮大馅兒，靠雷達和攔截彈保命。5000噸武裝商船和9000噸驅逐艦挨一發反艦導彈的結局都一樣，無非是沉得快慢點的區別。中達79號的核心價值從來不是跟驅逐艦硬碰硬，而是用工業化思維給出了海戰新解法：低成本、規模化、高靈活。咱們算筆賬，一艘伯克级驅逐艦造價近20億美元，建造周期至少5年，而中達79號這種改裝船，用現成的民用船體搭配模塊化武器系統，改裝周期以月計算，成本連驅逐艦的零頭都不到。小編覺得這就是咱們的優勢，船體是量產的，武器是成熟的，一旦有需求，幾十上百套系統能快速鋪開，就算有損失也能迅速補充，這種性價比西方根本比不了。所以中達79號的第一個作用就是現代偽裝襲擊艦，把藏木於林玩到了極致。現代海戰講究發現及摧毀，美軍航母打擊群偵察能力再強，也沒法在短時間內甄別全球幾萬艘商船。試想一下，美軍補給船隊在2艘濱海戰鬥艦護送下駛向關島，遇到一艘掛着巴拿馬旗、看起來破破爛爛的散貨船 ，AIS 信號顯示拉的是化肥，雷達掃過去也沒軍用火控信號，大概率只會互相避讓。可等距離拉近到20公里，集裝箱蓋板突然彈開，366雷達開機鎖定，8枚鷹擊18反艦導彈騰空而起，末端3馬赫的速度留給美軍反應的時間只有幾十秒，一輪齊射就能結束戰鬥。之後關上天窗，混入商船流，深藏功與名。這種偷襲藝術比2戰德國的偽裝襲擊艦高級多了，人家還得藏大炮，裝中立國塗裝，咱們直接本色出演，根本不用演。第二個作用就是當海上長城，解決遠洋護航的老大難題。咱們是世界第1大工業國，能源和原材料進口大多靠海運，馬六甲海峽、印度洋航線就是咱們的生命線。以前大家總擔心，一旦開戰，對手只要在遠洋攔截咱們的油輪、貨輪、工業機器，就可能停擺。要是把052D、055都派去護航，又會分散兵力，沒法守住台海、南海的關鍵海域。中達79號的出現，直接打破了這個困境，帶來了內嵌式防禦模式。未來咱們的遠洋船隊完全可以按1+5的模式編組，一艘中達79號混在5艘普通商船裡，平時裝些貨物掩人耳目，警報一響就變身防空指揮中心和火力終端。它能裝紅旗16防空導彈、攔截巡航導彈、無人機，再加上1130近防炮兜底，整個船隊自己就能完成防禦，不用麻煩主力艦隊。說到這兒，就不得不提一次33年前的銀河號事件。1993年，美國僅憑莫須有的情報，就在公海上強行攔截中國銀河號貨輪，逼着咱們接受登船檢查，最後什麼都沒查到，連句道歉都沒有。時任外交部副司長沙祖康說的那句窩囊，窩囊，太窩囊，是多少中國人的痛。那時候咱們沒航母，沒大型驅逐艦，只能忍氣吞聲，因為工業實力和海軍力量
都跟不上。而今天中達79號的海事歸來，就是對當年屈辱最有力的回應。他在告訴世界，這種靠幾艘軍艦就想切斷中國海上生命線、隨意攔截中國商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。現在的我們不用再忍氣吞聲，能用最低成本構建起最靈活的海上防禦網，守住自己的航道安全，也守住戰略主動權。所以這艘船不是花架子，也不是炒作工具，而是中國工業實力的体現，是对舊海洋秩序的挑戰。他用最樸素的方式告訴對手，你想玩海盜邏輯，我就用工業化產能陪你玩；你想靠規則束縛我，我就用實力重新定規則。未來，當更多中達79號級別的武裝貨船馳騁在大洋上，咱們的海上生命線只會越來越穩固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